独立团奉命开赴食堂，去增援隶属红一军团的29团阵地。29团在这块阵地上已经固守了2个多月，伤亡惨重。但上级命令他们必须坚守阵地。29团一直固守到了弹尽粮绝。一会儿听命令，必须再打。手榴弹准备。甄姐，3营教导员已经牺牲了。大家给我仔细搜寻，不能落下一个伤员，听见没有？是。李主任，李主任，团长政委，请你马上去指挥所。走。打的什么狗屁仗！3个月的时间了，守着这么一块破阵地，一个团都打光了还不够。李华长，你能不能打电话再向上级请示一下，让我们独立团撤出阵地，采取游击战去掏到敌人的后腰，兴许我们还有机会。我打了3回了，3回都让上级驳回了，我再打，我这个职都给免喽。既然上级不让撤，你又怕被免职，那我能怎么办？就这么守着呗。陈天佑，你说的什么狗屁话？你觉得我怕就地免职啊？我怕这么打下去，咱们这支部队会打光。不管了啊，听我的，我跟你说说我的想法。今天晚上连夜撤离，我们迂回到凤溪、临沂一带，切断敌人的补给线，
扯断敌人的后腿，就这么干。看着我干什么？你真那么强？你可要想清楚了，如果我们真这么干了，就算是你的目的达到了，你这个政委可也当到头了。我不当就不当了，我不能让独立团打这种窝囊仗啊！放心，责任我来负，行吗？这个责我跟你一起负。我现在就下命令。等等，吕主任，你来的正好。我们现在伤员这么多，先别说伤员的事儿了，你知道什么是大局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认为大局如果出了问题，就需要我们来弥补。你怎么判断出大局就出了问题？我怎么判断不出来大局出了问题？吕主任，你自己长眼睛了，请你看看，这是最近几天的战报，你可以自己看。那么，请你告诉我，你觉得大局没问题吗？就是因为现在形势已经变成了这样，才需要我们指战员更加坚持听从党的指挥。你擅自放弃阵地，就等于叛党。你把我的话记录在案吧。我把你的话记录在案干嘛呀？我何必给他记录在案啊？那儿有电话，你可以自己打呀，给上级打呀，啊，电话在这儿，给上级打电话，把我的政委撤了，你来打。你拿我当什么了？我并不反对你们的方案，但前提是行动之前必须向上级报告，否则你别想走出这个掩体。问题是上级听我们报告吗？我打了3回了，上级管过我们吗？知道为什么吗，吕主任？因为我们上级的上级把这个闽西农村当作苏联大城市来布置战术了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去问问，你可以去打听打听，你看看战士们他们怎么说。我不聋，我也听到了，但越是这个时候，我们越需要坚持听从党的指挥，否则后果只会更加严重。吕震，你要面对事实，等到敌人发动下次大规模进攻的时候，也许就没有我们这个独立团了。那让我来向军团政治部首长报告吧，我相信首长一定会同意的。独立团政委李化成，首长。是。是。首长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独立团一定按时到达松毛岭站位。是。200里路，限时24小时赶到，神仙也做不到啊！命令不就是洋人唱洋戏吗？这是中国军委的命令，做不到，我们也得做到。政委，我能不能发表点我个人的意见？那我直言不讳啊，这几天的战报我都看了，我们都知道。名义上，松毛岭是我们红9军团跟红24师固守南大门，2万多人。可这几个月扛下来，我们剩下不到5000人，而国民党军第36师、第10师、第85师共计3万余人，在敌人轰炸机强大的火力支持下，势不可挡。这个时候，中国军委这么大老远调我们这支损兵折将的独立团去支援松毛岭，是没意思。去了也是杯水车薪，而且24小时200里地啊，黑天白天的跑，得不停的跑，还全是山路，打什么仗？跑过去都累死。这个命令说明2点：
第一，松茂岭告急了；第二，红军已经无兵可调。对。虽然这个命令是中俄军委下的，可在这种捉襟见肘的时候，这种调动挽救不了败局，去了就是死。老唐别说了，24小时200里地，没时间讨论。政委，你意思我们依然执行这个命令？不然呢？有其他办法吗？必须执行。如果我们执行了这个命令，就等于是让我们的战士去送死。对要执行，不对也要执行，这是对一个红军指挥员最基本的要求。吕主任，事关我们队伍的生死存亡，你不能这么较真儿。在这个原则问题上，就得较这个真儿，否则怎么打胜仗？好了，我们不聊命令的事儿了。吕主任，我和团长商量了一下，想让你留下来。为什么？我们队伍的伤员实在是太多了，就让你把他们安排到老乡的家里。好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老唐，集合部队吧。对的要执行，错的也要执行。报员，随机集合。苏州，咱们还有多少口粮？最多还能撑7、8天。我正准备到附近集镇去征点。如果不用征了，时间上来不及。这样，把所有口粮发给战士们，便于行军。是。各营报告人数。报告团长，一营集合完毕。轻重伤员还剩123人。报告团长，2营集合完毕，轻重伤员加许，还剩108人。报告团长，3营集合完毕，轻伤在内，还剩98人。同志们，让我们向永远留在这块阵地上的战友告别吧。2个多月前，红军曾取得温芳战斗大捷，那是第5次反围剿作战以来少有的胜利。可2个月后，形势再度恶化，敌人推进到苏区东大门松毛岭，红军部队浴血奋战，坚守阵地，但终因敌我兵力悬殊而越来越陷于被动。
你搞什么名堂？你别耽误时间了，赶紧走吧。我说吕震同志，你得给全团做出一个服从命令的榜样啊！我已经按照团长、政委的命令安顿好了所有的伤员了。你服从什么命令呢？我们是让你留下来。我留下来干什么？安顿伤员。我已经安顿好了呀。不是，我想问问你，这么短的时间之内，几十位的伤员，你怎么安顿的？报告政委、团长，我们把伤员都交给苏维埃了。你们怎么能把我们的伤员推卸给群众呢？赶紧回去！我们现在人生地不熟，把带不走的伤员交给当地苏维埃政府才是最好的办法。你较什么真儿啊？现在哄他走也来不及了，赶紧走吧。继续前进。快快！哎，稍等一下，同志，你们是从松马岭下来的吗？是啊，是啊，打得太惨了，我们的红军兄弟啊，真是太英勇了。松马岭主力战场吃紧，如果连这里都守不住的话，那么就会彻底失败。再接下去，整个苏区都会沦陷。辛苦了，同志，你们赶快走吧。继续前进。刚才各路侦察员已经把阵地周边的情况都汇总了，确实是像那个牺牲的战士说的，红九军团红24师伤亡已经过半，甚至已经弹尽粮绝了。可他们还坚守在自己的阵地上，等待上级的命令。他们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？这都弹尽粮绝了，还等什么命令？赶紧撤呀！派人联系过了，他们说，没有上级的命令，是绝对不会撤的，就算是死，也要和阵地共存亡。说实话，只有共产党的军队能达到这一点。他们不是在坚守一块阵地，是坚守一个信仰。我们到这个阵地来，没有看到胜利，却在兄弟部队的身上看到了信仰的力量。政治部提倡独立团的所有共产党员们，在苏维埃政权陷入危机的时候，都要挺身而出，恪守自己在党旗下的宣誓。老唐，开始布置一下阵地战术吧。我们左翼3华里是红九军团防御的阵地，白野杨岭
右面4华里刘坑口是由红24师防御的阵地，而我们防御的这块阵地在中央。阵地特点是上山道路狭窄，不利于大部队集结进攻，而更有利于防守，可想而知。如果不是因为敌人的空中火力，我们之前的这支游击大队也不至于全军覆没。对付正面的第10师，我们还能扛一扛。如果对付敌人空中轰炸机的话，结局大家都看见了。代理参谋长，那要照你这么说，我们要放弃这块阵地？我累得都没有劲儿了，真不爱在战术问题上跟你们女人磨牙。这不是战术问题，更不是男女问题，这是一个政治问题。政治我也没有你懂，要不你说吧，我不说了。代理参谋长，我感兴趣，接着说。鉴于当下实际情况，我做出如下战术部署：刘山桥，你们3营埋伏在左翼高地，等敌人打起冲锋时，不要急于出击，一定要等敌人的先头部队越过我们的阵地之时，再突然发起截腰攻击。是。孙大成，哎，你们2营埋伏在右翼高地，跟3营成犄角之势，掌握时机，也是截腰攻击，保存实力，不要轻易出击。明白。哎，3营什么左翼啊？他是什么保存实力了？我1营干嘛？看他戏啊！现在全团也就1营的战斗力稍强，我想用1营作为一堵壁墙，等着敌人越过正面的山脊，遭到2、3营的截腰攻击，阵营大乱之时，1营就要像一堵壁墙一样，让敌人迎面撞个鼻青脸肿。明白。我就是个代理参谋长，怎么想到就怎么说了，拍板还得由团长和政委拍板，这也是我从第1次反围剿战役中学习的，在这儿灵不灵，我不敢打保票。说完了。各营长都听清楚了，进入站位，随时做好战斗准备。是。你别说，这地形选的不错。唐运龙，这代理参谋长“代理”2个字肯定要去掉了。这家伙打仗啊，还真行。嘿，孙营长，在这点上，我是完全赞成你的观点。二营长，我是出发前才调到2营的，具体的2营的情况还不是特别的了解，还希望你多多担待啊。我把你调到2营，把林木志气坏了。嗨，没有，说实话，是有那么点儿。说真事儿啊，你看，最近部队里士兵的士气不是特别的好，总有一些说闲话的，你都听见了吧？听见了，也没什么可担心的。真的打红眼了，谁都不会往后退缩的。哎，这段时间我算打出经验了，那子弹呐，专找的怕死的人打。你怕死吗？孙大哥，你说什么呢？生命是宝贵的，谁都怕死，但是也得分是什么时候。你肯定比我怕死，哎，因为你有牵挂。你不像我，我无牵无挂呀，我死了无所谓啊。可你呢，还有你的景妹子。你说你们俩还没洞房花烛夜呢，你就死在这松毛岭上，多不甘心呐！哎，那边有些情况，我过去看看啊。爹，
娘，我们孙家就靠我活下去，传宗接代了。保佑我吧，儿子实在不想被埋在这荒山上。保佑我吧。怪了，他们这是要收摊儿啊！看样子他们一时半会儿不会供上来。走。是。师座，这盘棋我又输了。刘备良，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报告，36师急电。念。我部将在1小时后，在总部轰炸机的空中支援下，向红九军团残军发起最后一击。望你部从左翼发动猛烈进攻，突破防线后，侧击红九军团，以策应我部一举歼灭，突破防线。齐北良，师座，36师让我们现在就，36师和我们不是一个爹娘生的，不用管他们。可是现在的战局，如果我们不跟36师协同作战的话，那会不会上座？我心里有数。昨天轰炸机这一通刷破，正面部队已经都清扫干净了，剩下的只是一些卒子而已。而且，我们什么时候想要越过红军的楚河汉界，抬抬腿就过去了。我本来不想孤军深入，想等36师和85师的进展再择机行动。可他凭什么让我去策应他？跟他们回电，就说我部与贵部同时行动。是。还是师座的棋艺高明。第10师按兵不动，对，没有任何要进攻的迹象。是敌人麻痹轻敌啊，还是另有计划？我倒是突然之间想起一件事来。前几年蒋桂战争爆发，这2支部队可是各为其主，刺刀见红的。所以我觉得何明仁会不会有可能根本不想配合桂系部队作战？那看来我们进入无战事了。我不这么看。那你有什么想法？九，大，通知各营长和教导员，还有党员同志，来团部开紧急作战会议。是。开什么紧急会议？咱们几个人先碰个头吧。红9军团红24师的情况，大家也都知道，而且我们的当面之敌，现在在按兵不动。我认为这是一个战机，考验我们独立团政治觉悟的时候到了。我们应该当机立断，做出一个选择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我坚决不同意。你是觉得我们独立团牺牲的人还不够多吗？还要跑到那边去增援？天佑，战局稍纵即逝啊，我们不能再犹豫了。而且驰援兄弟部队有利于我们固守松毛岭的防线，也有利于我们保卫苏区。你这个态度让我有点不好理解。我们的任务是坚守这块阵地，是中国军委给我们下达的命令，我们必须要执行。但是我们指挥员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做出战术调整啊。实际情况就是我们独立团从600多人打到现在，只剩300多人了。对面的敌人是1个师，还有敌人轰炸机在天上飞来飞去。刚刚到这的惨状你忘了吗？啊！既然我们的命令是坚守这块阵地，
能守一时就是一时，守得住是我们的运，守不住是我们的命，我认了。但是你想给我们的部队增加额外的负担和额外的牺牲，这件事情我坚决不同意。吕震同志，这件事你怎么看？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选择，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决断。别政治的了，行不行？他看得见摸得着吗？我说你能不能让他把话说完呢？首先，我坚决支持政委的意见。其次，红军队伍要有全局观念，不能只顾局部利益。我再提醒你一下，政治处主任同志，我们从200多里外奉中革军委的命令跑到松毛岭来，你觉得我们考虑的是局部利益？可是保护整个苏区寸土不失，才是党和苏维埃的最高利益。挺有，挺有的。这样，我们好好分析一下局势，我们就明白了。首先，我同意吕震同志说的话。什么叫政治啊？我理解的政治啊，看得见、摸得着、实实在在的事儿。那么站在政治的角度上，我们应该做何选择？红九军团红24师和我们独立团是什么呀？是一盘棋上的车马炮卒。那么我们要想打赢这场战争，应该怎么做？协同作战吗？车杀、马跳、炮轰、小卒过河，只有这样，我们这一盘棋我们才能打赢。很简单的一个道理，但是要做到，我们必须依靠政治。我还是不同意。团长，虽然我还是代理参谋长，但是我坚决支持政委的决断。这个仗得这么打。我们趁机实施按兵不动，组织200人的突击队，越过那道军岭，等敌人第36师对我们红九军团阵地发起进攻时，拦腰侧击，打得个猝不及防，定能收到奇效。打完迅速撤回。好，既然你们都这么坚持，那我持保留意见。等到各营的指战员都到了，听听营长们的意见。我们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。这件事不能少数服从多数。我提议，我们团部先做出表决，然后把表决的内容告诉各级指战员。同意的，请举手。那就3比1通过吧。你为什么不举手？因为我不希望我们的队伍像前面的兄弟部队一样，永远的留在松毛岭。各位营长，长话短说，不做争论。团部已经做出决定，抽调200人当做突击队，向红九军团靠拢，策应他们作战。大伙就准备一下啊！哎，等会儿，团长，是咱自己保得住保不住还不一定呢，这怎么还策应别人去啊？营长，服从命令，听指挥，有意见先执行后发表，这不是服从不服从的问题。营长，你闭嘴！孙大成同志，你一个共产党员怎么能这么说话呢？就因为我是共产党员，我才不能执行错误的决定啊！孙营长，这件事我们不讨论了，行吗？行吗？团长，按照团部的计划下命令吧。你们跟到，留下你们营人数最多的一个连和政委留守阵地，其余的人都跟我走。不行，援护兄弟部队的任务交给我。你必须留在这儿，以防敌人发起正面的攻击。你说的是对是错，等打完了再说。出发！这一场战斗的意义远远超过战斗本身。虽然指战员们思想上并没有完全统一，但行动上都做到了服从命令、听指挥。
36师这次是志在必得了。那师宗，我们要不要现在趁势？不着急，再等等。等到望远镜里看不到红军旗帜的时候，我不再向前推进。明白。见鬼了！报告，师祖，36师几点？师宗，红九军团得到大规模增援，我部进攻受阻，余请贵部立即发起进攻，与我部互为侧影，一举突破松毛岭防线，为党国共建奇功。放屁！红军四处受困，各军自顾不暇，哪来的大规模增援？哼！就是指挥不当，还想找块遮羞布，怪不得贵系难成大器。师宗，36师进攻受阻，我部为何不趁现在一举突破党面防线？命令66团向前推进，5时之前必须全面越过防线，并且向总部报告。66团怕不堪重任，就是因为66团这盘棋下得不好，所以我才给他们次机会。放心，对手已经不行了，活着的不过是些过河的兵卒罢了。是，知下明白，现在就传达命令。报告，一直按兵不动的第10师突然集结了一个团的兵力，像是要对我们发起进攻了。糟了，糟了！营长，我们现在只有100多人的兵力，但是必须要坚持到团长回来，有没有信心？信心有，阵地不一定守得住，但是我能保证，一定坚持到最后一个人。我现在不想听你泄气的话，我现在只想知道，借助这个地形优势，你可以守多长时间？政委啊，来的时候你也看到了，同样是这块地形，上面的守军全部阵亡了，别指望咱们的运气会比他们更好。不过政委，我们一营一定全力以赴。都注意隐蔽。军长，加彩，这是最后一道防线了，去把所有人给我带上来，所有人都带上来。你告诉他们，越怕死，就越容易死，这就和打架一样，要想自己站直了，就必须把敌人给我干趴下。就这么点弟兄了。大家伙都听好了，每个人找一个能打死敌人，敌人又打不死你的好地方，准备战斗。营长，这仗怎么打呀？拼了命打，哪有那么多废话？是。少吧，我错了吧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是我建议把这支部队拉出去的。我没有料到何明仁这么老奸巨猾，我错了。刚才我看到营长和连长信心不足，没想到你也在犯嘀咕。政委，你是我们的主心骨，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保持冷静啊！怎么可能呢？我的心又不是铁打的。我们指挥员不能犯错，犯错了就是致命的。一旦犯错了，松毛岭阵地就会失守，中国军委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就完不成。而且最关键的是，我和田友亲手创立的这支部队，就会完全葬送在松毛岭上。
想听听我的看法吗？好。